我们这一节的内容呢，比较适合于做机械结构技术的管理岗的用户哈。咱说管理岗做批处理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它全部都是基于代码的自动运行。那如果代码什么都能干了，要我们干嘛呢？有很多时候主观上我们是不希望批处理来为我们做某些事的。比如说哈，我这里边得有一个气缸，我只需要它的三维数模在我的项目里边帮我确定一下我的配合关系，这就足够了，是吧？我不需要创建3视图啊。由于我们支持多选，在我这个小项目里边你是可以回避它的。但当我们的项目达到一定数量级的时候，有些时候你是避无可避、躲无可躲的啊。比如说我这个零件它是个多层级的装配，在3级装配中，在4级装配中，你有很多时候你想把它单独拎出来很困难。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初始化里边，文件区分还有一个特色叫做文件区分避让，是我们代码主动回避的这么几种属性。你可以继续勾哈，只要你这个零件里边它的文件区分的属性值是这4个，那么我们的批处理就主动回避这个。这句话我说的不是很严谨哈，实际上是我们一部分批处理会遵循文件区分避让原则。什么样的批处理会遵循这个？比如说啊，像我们这个自动更名里边的智能更名、快捷更名，这都是遵循文件区分避让的。我们属性格式化它就是不管这个的。再比如随机着色，这么多零件，我现在要给它个颜色的话，它也不是遵循文件区分避让的。我们这部件加速是为了提升整个装配的性能啊，它能够避让那些像那个 Toolbox 吗？不能避让啊。这块一定又有人问哈，那从哪儿查这些？我怎么知道哪些避让哪些不避让？我从结果说哈，我们的光是批处理代码的框架就有148种，这还不包括一些0033稀奇古怪的批处理啊。我们命令不就这点玩意儿吗？虽然你看到的图标只不过是这点玩意儿哈，但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属性管理器哈，这里边包括76种批处理啊。我们这个标准属性模式下的这一大片属性，这里边很多的属性都是做单独代码的。做标准属性的话，我给文件区分的时候，我们这边为什么可以选呢？为什么这个做设计者的时候后边直接出了一个名词啊？为什么我们给数量的时候，这里边只有计算值啊？很多的属性都是专门做的定向代码。这个文件区分避让原则，哪些遵循它，哪些不遵循它，这都是我们在我们编代码的时候，凭借着10几年操作经验、开发经验来给你确定的啊。这算又是一个我们的主观判断哈。文件区分避让这个事儿挪到这节课来，是因为它涉及到我们这节课的一个主要内容嘛。我们还要讲这个 PERT 系统和这个文件夹比较的话，我们 PERT 系统的优势很多啊。我以前讲过2个，一个是保障你的所有的图纸是最新的，你绝不会出现那种新旧版本搞乱套的情况啊。另一个快，这2个内容我不讲了，因为以前讲过了，你可以看看我们以前关于 PERT 系统的有2节课哈。讲第3条，就是图纸的数据管理啊。什么叫数据管理？咱管的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啊？我说我个人理解哈。第1条，查找，怎么找这个图，怎么找这套图，这是2个事儿哈。找这个图，你在我们个人版里边体现的很少哈，稍稍有点关系的可能也就是这个部件系统，因为这个涉及到共享库的问题。但找这套图，这就是我们 PERT 系统的关键大事了，对吧？第2条，找人啊，有个活啊，我们干出篓子来了啊，加工了2万套，回来一检查全合格，一组装全不灵，谁干的？谁审的？谁批的？咱不是老板死呀哈，但起码得将心比心吧。你说罚钱咱罚的不现实哈，那起码拽出来揍一顿吧。真人真事儿改编哈，其实后来一查，只不过是因为他发错图纸了啊，里边上面的签名全都是现成的，所以说这直接就这么干了。只是这个招人这事儿我们也没办法从个人版里体现哈。第3条，快速输出，这太常见了啊。有没有采购跟你要图纸啊？你说你等我半个小时，我再查一遍。第4条，企业形象哈，就是统一的图纸格式啊。虽然这个是我们最看不起的目标哈，但由于我们的批处理的程式化的特点，凑巧我们把这个目标达到了啊。我讲的这4条以外，你能找到其他的任何内容，我欢迎你能够在评论区留言哈，咱们探讨。如果你要是参加过一些企业培训的话哈，别人给我们讲图纸的数据管理的时候，给我们讲审批流啊，给我们讲什么属性卡，给我们讲共享库，这些东西属不属于数据管理呢？我看的话，这些就像我们 TDO 的初始化一样哈，只是一个预设的过程，有什么好管的呢？在你进入企业的时候，直接把这些东西预设完了之后，它是不会变的，有什么好操心的呢？像这种审批流啊，你可能没用过什么 PDM 啊，毕竟好几十万呢啊，但你肯定参加过一些 OA 系统的培训对吧？咱市面上的 PDM 我们肯定是没有说全用过啊，它都要用你大量的精力去熟悉。我们企业版就不这么搞哈，我们把所有的乱糟糟流程都给你整理到后台去。你雇个助理多少钱？你雇个技术多少钱？你让技术去学这个乱糟糟东西的呀？而且这不是耽误一个技术人员的工作，是影响全公司所有技术人员的工作。PDM 的投入成本以外，这套针对技术人员的教育成本咱算过账没？影响工作的效率，节点上连不上去，这套工时的耽误咱算过账没？我这跟你扯新片扯了半天了哈，我该讲我们的主题了，2重缩引，2重网络。咱围绕着我们这个数据管理的4条内容
容咱先筛选一下哈。第4条、第2条不讲了。第3条快速输出，为什么？其实就是做报幕啊，因为在我们属性标签的加持下，你其实是可以很迅速的做出任何的报幕类型的，是吧？因为每一个部件它脑门子上一大堆标签，你是不是可以随便拎了？你可以做采购报幕、加工报幕、总报幕、钣金报幕、2级子装配报幕、3级子装配报幕。我们的报幕并不是简简单单一张表哈，你拿着表你是在输出过程你是没有什么使用价值的。我们的报幕是存储数据库的，存储数据库之后我能够导出生产文件，记着吧？不是说像你文件夹管理一样，你要东边文件夹抽2个文件，西边文件夹抽2个文件，这类文件夹不同的话，你还存在这个同文件夹的时候存在相同的图纸，变更图纸的时候又出现了不同步变更等等等等乱七八糟的问题。我们的输出很快，而且很准，而且最新，对吧？这就是我们对快速输出的定义哈。最后我再讲这个索引查找哈，这是我们压轴大戏啊。我们前面讲我们的 Prod 系统有很多限制哈，其中最重要的，你只要想入库，必须包含这条代号属性，这是数据库一个技术要求啊。你这个数据表假如说你理解不了的话，那么这个 Excel 表你是肯定是可以理解的啊。Excel 表里边你是随便想怎么写就这么写的，但是在数据库的数据表里边，它要求一个主件，主件是什么东西？1、2、3，在你这个数据库里边，每一个列就代表一个字段哈。那么它一定要求你有这么一个列，这个列呢，每一个列它的内容都不相同，这就叫做主件。为什么要有这个要求？这个每一行代表一条记录哈，在我们 TDO 中，这个代号就是我们的主件。哪怕你这个是文件是个采购件，我们也得强行给你插入一个代号属性啊。这个代号属性是不是我们家取号系统给你定义的无所谓，但必须为一。如果不为一会怎么样哈？覆盖。假如说你这一条记录里边它有一个代号叫1，下一次你又做了个零件，这个另一零件的代号还叫做1，它也是1，那么这个1会怎么着？会覆盖前边这个1。我跟你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要提醒你一件事儿哈，就是文件区分避让原则会造成的影响哈，就是因为我们属性格式化虽然是不看文件区分的哈，但是智能更名遵循避让的是吧？智能更名和属性格式化它又有一个属性优先、格式优先这么个关系啊，所以这里你得知道这个文件区分避让是很有可能造成你很大的影响的。如果你听不明白，那你就记住一件事儿哈，一旦代号你出现了重复了，这条记录就会覆盖掉以前的记录。如果一旦覆盖了，它影响的不单纯是你当前的项目，而是影响你的所有项目，因为这所有项目都存在唯一的一个数据库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搞这个文件区分避让哈？因为有个问题啊，就是说像这种 KQ 啊，这种快插接头，这是 SMC 固有的零件是吧？人家零件就是这样的格式，你用红也好啊，或者官网下载官方文件哈、第三方文件，他们给你的格式就是这样的，它上面有规格，我们不能随便的把这个文件名修改成我们的文件名，对吧？但是我们一定要插入代号的原因，是因为代号在你这个文件里边你是看不到的。今天还有人问我们哈，能不能把我们这个代号改成零件号？咱还说主件这个事儿哈，我这是给你做个例子啊，这个零件、这个零件、这个零件，你要看左边的设计树哈，设计树里边你看这3个零件是一个零件是吧？一模一样的啊，只是我这3个零件采用了不同的配置。如果不同的配置的话，我刚才说代号是我们的主件，那么我创建的话会出什么问题？看它代号一模一样，但是我不警告，为什么？因为我们家是双主件数据库。什么叫双主件？我问你，你买双鞋啊，李宁飞电，你脚丫子是42号的，42号和39号这2个鞋一样吗？不一样。飞电是一个代号，42号就是一个配置，明白吧？代号加配置最终才能确定一个商品。所以在我们创建30图的时候，我们做多配置的时候，你想最终确定一个产品的话，应该怎么来确定这个产品？并不是一个代号就能决定这张图纸的，最终确定这张图纸的是代号加上配置，这就是39号脚丫子，这就是42号脚丫子。说到这儿哈，你可能觉得我在讲一个孤立的事儿哈，其实不是的啊，我在给你讲一个很相关的事儿。我们主题叫做2重索引、2重网络。那第1重索引、第1重网络是什么？属性标签哈。通过报幕，我用属性标签连接了若干的部件，对吧？这是我织的第1张网。我说这个代号加配置，这是我在编织第2个索引、第2张网啊。什么网？我要用一个报幕连接所有的生产文件。在我们的属性标签网络中，你用我们的属性管理器，我用我们的属性格式化，你可以把这个标签做完，做完又怎样呢？没有我们的 Prod 系统这个网络，你能实现吗？你能抓取吗？你能索引吗？你能导出生产文件吗？你说你还有 Prod 工具，Prod 工具它只有一个能力，就是建表啊，表格它在输出过程中它什么作用都没有，但是 Prod 系统大不相同。在我们的第1重网络中，它支持生产文件的导出，规则就是只要你的 DWG， 只要你的 PDF 跟我们的 SW0 文件同名的话，那么我们就支持你这个生产文件的导出。你说这个太简单了，太无聊了哈，那我给你讲讲第2重网络哈。第2重网络我要把所有的生产文件给你做一遍哈，你扒拉扒拉手指头，你看看生产文件除了在我这张表里边给你列出来的东西还有什么。咱先看这个多实体文件啊。
这个切割清单项目名咱注意一下啊，咱先处理这个多实体部件30图啊。这里是代号加的切割清单项目名，对吧？再做这个多实体的实体图，切管机是用不着30图的，但你用得着零件的实体的 ST 零件，对吧？注意这个零件它是包含重复实体，你用 SW 原生的操作生成实体是存在重复的，我们这个没重复，并且你注意它的文件名也是代号加切割清单项目名，我们的30图是可以对应上 STB 文件名的。钣金展开图我选2个钣金零件，这其中之一是多实体钣金啊。它输出的文件名的构成是代号加 flat， 这里的颜色有个折弯方向哈。那你现在知道我们所说的二重索引是什么了吧？就是文件名中的代号，我们用代号把那些跟 SW 无关的生产文件 STP、DWG 这种不是 SW 加自产的文件，给你用代号做了另一个索引。文件虽然不是 SW 的，但是文件跟你的部件的生产是直接相关的，我们就给这种文件建立一个文件名联系啊，相当于每一个 SW 文件脑门子上贴了一大堆属性标签，又在屁股上甩出了若干的尾巴。BOM 是可以通过属性标签连接到部件，部件又通过尾巴连接到其他的生产文件，最终我们通过了这么一片链接，用 BOM 把所有的生产文件给你链接起来。我们所有的输出工具都在服务这个二重网络这2个索引来做输出啊。在我们以前的视频中啊，这张 PDM 的架构图我们是讲过的哈。PERT 系统就是这里面的数据服务器，区别于数据服务器是密文规则哈，我们是明文规则。另一个区别是第二重索引关联，这是我们家独有的 ，PDM 可没这东西。有没有用？有没有用谁说了算哈？你用得上它就有用，你用不上那就是臭氧层。我们这个怎么用？右边这是 SW 的这个装配，下边的所有的零件，这是刚才咱做的2个钣金的展开图，这边多实体的唯一实体图啊，这里边还没有同名的30图呢哈。同名的30图怎么着？咱先做一个最简单的 BOM 啊。因为刚才咱做的图的时候没有处理所有零件，所以我把这些没处理过的东西我先挪掉它。我把这些我已经处理过的全选，选中，设计数点亮哈，工程图输出咱就只做一个 DWG 了啊。所以你看到了哈，这是我们的工程图输的，它的特点是同名，这是第一重网络的同名规则。然后我这里边要把这个 PERT 中心打开，这是我们数据存储服务器，我再开一个，然后我把这些我们做数据入库，然后你要注意这边 PERT 文件夹啊，看到了哈，所有的同名文件夹被收集到 PERT 文件夹里边去了。我们还要做一个事儿，刚才咱做的是不是 BOM 对吧？这个修改。做的这个 PERT 文件扫描，它扫描的是什么东西啊？扫描的就是这一片实体加上钣金啊，我把它全选，然后加入清单。你看加入清单之后，你看这些 STP、DWG 都上来了哈。然后呢，我这个要改个名，我不叫 BOM 了，我这叫生产文件。我做数据入库啊，清除外边的文件夹，看它把生产文件全给你调进去了。我再筛选一下。4个了啊，生产文件，我现在是可以把所有的生产文件导出来的啊。我随便找个地儿啊，报价2开啊，这里边的，这里边是我所有的生产文件，这是我们文件夹里边原来的东西啊。它来源于哪儿？来源于 PERT 中心啊 ，PERT 这个文件夹里边啊，这是一个 BOM。我导出另一个 BOM 的话，一样的哈，BOM 查看清单，这是另一个 BOM 了。我把它们也全都导出来，它和它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集合，但是2个集合都来源于 PERT 存储中心。我们之所以说我们这个可以保证同步变更，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文件都存在一个文件夹里边，我没有重复的文件，没有重复的文件当然是导出的都是最新的了。最后再讲个事儿哈，这个螺丝怎么办？我要这个，比如说这个面，再加上个这个面。然后用圆孔统计一下啊，这里边是我的一大片圆孔的外景啊。然后我不够，比如说我再把这个面再追加进去，你最后可以得到一个圆边线的数量是吧？然后呢，在我们 PERT 系统里边无附件记录，把你想要的，比如说这个螺丝就是它了啊，插入它进去，这里边的数量按照这个圆孔统计，比如说这个 4.2 的 M5 的71个。
71个 M5，选中加入清单，看到螺丝也进来了是吧？我们这个统计它不限于必须是异形孔做的，我们切除出来的一样统计，只要你是整圆，我们就全统计，就螺栓统计，你有什么好方法？我们不是说让你扔掉那个 Toolbox 哈，但是我们明确的告诉你，请扔掉这个智能扣件哈。这还有人呢会用第三方生成的这个螺栓零件，我们不反对你搞得极度的细致哈，我们只是给像我们一样比较懒的，同样能够完成设计任务的技术提供一个新方法哈。